这个美国妞揣着妈妈自杀留下的日记，来意大利乡下找没见过面的亲爹，结果刚进村就被一群老少爷们盯着看。原来他妈年轻时候在这搞艺术，睡了不知道多少个艺术诗人。露西心里就惦记两事，一个是找当年夺走她初吻的尼古拉，一个是查清楚自己亲爹到底是谁。结果发现尼古拉就是个花花公子，见着漂亮姑娘就想睡。最绝的是认爹现场，原来天天给他做早饭的庄园主人，就是当年在橄榄园跟他妈滚草地的男人，被渣男骗，被大叔哄。这就是今天的爱情情色电影《偷香》。在意大利托斯卡纳的一个宁静山区，住着一群不拘一格的艺术家。这里的生活方式与城市截然不同，男女老少之间关系十分亲密，大家在一起吃饭裸泳，没有任何的禁忌，也没有什么过多的顾虑。要是没有丰富的性爱经验，你可能都不好意思和别人交谈。19岁，美国女孩露西来到了这里，寻找她那不曾见过面的父亲，而她的母亲莎拉早在不久前自杀，留给了她一段遗憾的回忆。露西在母亲的日记中得知，当年她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因为一次一夜情郁郁了她。她要找自己的父亲，唯一的线索是母亲日记中提到的几个关键词：绿色的凉鞋、杀死蝮蛇、橄榄叶。这是母亲作为一个诗人对那次一夜情的描述。她的到来受到了农庄主人戴安娜与丈夫伊恩的热烈欢迎。伊恩是个雕塑家，他和戴安娜早年在这里买下了这片农庄，最初是为了创作，后来变成了一个艺术家聚集的地方。这里常年有各种艺术家和创作者驻足，房间多，气氛也极为自由。露西以前曾来过这里一次，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4年过去，她已经长成了一个青春靓丽的大姑娘。农庄的生活并不平静，不仅仅是露西，还有一群各式各样的人住在这里。比如有个自命不凡的大画商，有个恋爱脑的杂志女主编，还有一位身患白血病的作家亚历克斯。这个有些衰老的作家生活态度十分洒脱，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医生给出的建议是活不过3个月。但亚历克斯似乎对这一切毫不在意，反而觉得自己得到了某种解脱。露西在这里独立住了一间房，起初他觉得这个地方虽然有些陌生，但却让他有种久违的安定感。不过露西并没有完全适应这里的生活。就在他到达的第2天，戴安娜拿出了莎拉曾经穿过的一条长裙，让露西试穿。这条裙子看上去与露西的母亲完美契合，也让戴安娜不禁怀念起曾经的往事。她感叹地说：“20年前，莎拉就是帮助他们整理农庄的，而现在一切都变了。欧拉已经不在人世，而这里的氛围也与他当时的生活完全不同了。”夜深人静时，露西依然无法入睡，她躺在床上默默地流泪。母亲的自杀给了她沉重的打击，而她在这一刻唯一的动力就是想要找到那个她从未见过的父亲，一个可以给她身份认同的男人。就在这时，他的房门被敲响，来人是亚历克斯。这个作家显然不在意自己的病情，反而显得无比轻松。他和露西聊起了过去的生活，甚至还向他求了一根美国烟，而露西则毫不犹豫地递给了他一支大麻。这是他从母亲身上学到的恶习。母亲曾经告诉他，这里的艺术家都这样过活，享受当下，放下所有负担。随着亚历克斯的病情被提起，他的生活态度却显得更加豁达。这个已不再年轻的男人眼中的一切都显得有些漠然，却又充满了某种浪漫。他提到过自己即将死去的消息时，竟然还带着一丝笑意，仿佛对于生命的无常，他已经做到了最彻底的接受。露西的心中渐渐升起了对这个作家的好奇。也许亚历克斯正是他母亲曾经提到过的那个人之一，但他没有直接问亚历克斯，而是试探性的询问：“你记不记得我母亲曾经穿过一双绿色的凉鞋？”亚历克斯的回答显得有些含糊，但他提到莎拉是他见过的最有品味的女士，偶尔会出现在时尚杂志上，诗句和情感的表达也都显得优雅而从容。然而露西心中依然存疑，她觉得亚历克斯虽然似乎和母亲有过交情，但很难从他的话语中察觉到什么特别的情愫。接下来夜晚的谈话继续，露西和亚历克斯都不自觉地被那股自由奔放的气息所感染。聊到了性爱的话题，亚历克斯开玩笑地告诉他，不必急着在年轻时做出决定，这些事情要慢慢来，不要让自己承受过多的压力。露西并未对这些话做出回应，她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看法。她已经决定了要将自己最珍贵的初夜留给那个她内心深处早已设定好的男孩。第2天早餐时，他竟然破天荒地打扮一番，戴上礼帽，目光炯炯，儒雅换神，完全不像医生所断言只剩3个月养寿。毫无疑问，露西让他焕发青春。露西的到来也让八卦的女人们很是操心。米兰达与女主编就为露西该找个什么样的男友进行了火热的讨论。这些享受至上的娱乐家们认为，年轻的女孩但凡有一天单身，都是对青春的亵渎。露西不敢苟同，她当前最关心的是打探生父的下落。母亲在书信往来中提及与一名叫做卡洛的男人很是亲密。
露西向戴安娜打探起这人。戴安娜说卡洛是个战地记者，性格有点古怪，住的离这并不远，他可以邀请卡洛前来做客。晚饭过后，伊恩便去了工作室，伊恩要为露西塑一尊雕像作为成年礼，这是来之前就说好的。伊恩在观察露西的神态时说道，比起你的母亲，你的眼神里有一种快乐的神采。露西一听，觉得伊恩也值得怀疑，便脱口而出，你吃过橄榄叶吗？没有。伊恩回答得极为坦然，这么一个不苟言笑的木匠，应该也得不到露西母亲的欢心。当完模特后，露西走出庭院，只听米兰达与男友正在战火连天，连门都没关。两人都是重度重欲者，整天不是在酝酿前戏，就是在发动战斗。但男友仍不满足，第一次见到露西，他便被色冲洗脑，只怪露西身上有一股天然解腻的纯爽。米兰达的男友瞅准机会，把露西摁倒在草坪上，咸猪手一刻不停地游走，而露西的注意力都在一个来客身上，此人正是卡洛。趁着大家去泳池避暑的空档，露西赶紧逮住卡洛，试探性地问，我母亲与你的来往很是密切，每次收到你的信都会在日历上画星星。卡洛说，我们的关系的确很好。莎拉表面上是个高贵文雅的淑女，实际却是个爱胡闹的精灵。露西不大相信，她印象中的母亲总是郁郁不欢，彻夜难眠。露西再次试探地问，你杀过蝮蛇吗？当然，我是在乡村长大的。露西有些急不可耐，更直接地发问，你见过我父亲吗？卡洛十分干脆地否认，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你母亲只是朋友。露西还想追问，亚历克斯却吃醋了。家人聊了这么久，赶紧过来打断谈话。那个糟老头子可配不上你。露西被气得不轻，故意说道，我就喜欢这种糟老头子。亚历克斯叹了口气，拉着露西的纤纤玉手，慢慢悠悠踱步到了泳池边。只见男女老少一丝不挂的坦诚相见。亚历克斯直言，他在这里住了这么久，还是有点接受不了。露西低着头，正准备跟大家打声招呼，却听到戴安娜在跟卡洛议论，露西19岁，竟然还是个处女。亚历克斯掉头就走，他没脸见露西了，因为这个消息是他泄露给戴安娜的。说好你知我知，没想到才过了一天，全村人都知道了。露西觉得受到了羞辱，怒气冲冲地跑回房间，准备收拾东西回纽约。她受够了这些没有边界感的艺术家。就在露西去意已决时，伊恩的长子克里斯托弗游历归来，与他一同归来的还有尼古拉与奥斯瓦尔多。露西顿然回心转意，决定留下，因为尼古拉正是她念念不忘的初恋。露西一眼就认出了他，但尼古拉经人介绍才发觉是露西。要怪就怪露西变化实在太大了。尼古拉兴奋不已，没想到还有这么一位大美女惦记自己。露西同样心潮澎湃。其实这次她来度假，除了寻父，还有一个念想，就是能与初恋再续前缘。今夜赢家设下团圆宴，附近的朋友都被邀请过来。用餐过后进入聊天会环节，按年龄分为了老少两组，上了年纪的大谈政治，青年组大谈第一次。放荡的米兰达率先发表了自己的体验。在中学时代的一个暑假，为了不背上处女的名声，开学我10万火急地送出了真钞，和闺蜜组队找了一个男同学3人运动。米兰达男友则说他的第一次更早，是和保姆嗑药过头，走上了升仙之路。一众青年就这么一边抽着大麻，一边谈论着。轮到奥斯瓦尔多时，他没有发表意见，而是问大家，到底是老年组聊政治比较愚蠢，还是年轻人只会谈性更荒唐？露西也不禁问道，为何你们都没有提到坠入爱河？不是应该先有爱才有性吗？尼古拉说，我的字典里没有爱情这个词汇，这样可以省掉很多麻烦。不知怎么的，这种渣男渣女在实情尚浅的露西听来，看来还别有一番不可抗拒的魅力。彼此越贴越近，尼古拉甚至已经在幻想今夜令人神往的香艳。可惜天不随人愿，露西醉得太厉害，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但醒来后，他又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投怀送抱。露西写下几行短诗，抒发胸臆：我耐心等候，如一只杯子般空虚，期待你的敲响。见尼古拉迟迟不来，露西等不及了，她骑着单车翻山越岭，找到了尼古拉的住所，但却撞见尼古拉正和一个小妞打得火热。露西咬牙切齿，山路坎坷，一个不慎跌下了土坡。路过的奥斯瓦尔多赶紧上前关心，露西毫不理会，爬起来继续骑行。带着一处不大不小的擦伤回到了农庄，除了亚历克斯，没有人发现露西的伤口。亚历克斯强烈建议要处理一下，不然可能会长疤。他柔情似水地为露西抹上酒精消毒，又小心翼翼地吐气缓解刺痛。亚历克斯说，你的来到就像给我送来了一剂续命仙药，胜过凡间所有的疗方。露西听罢，回敬了亚历克斯一枚香吻。他很欣赏亚历克斯坦诚的态度。太阳照常升起，映在这座如诗的农庄。经历了初夏狂热的人们，日渐被焦躁缠绕，只有露西打坐在树下，静静地接受野人的描画。当她褪下一根裙带，呈现出半裸姿态时，枯燥的男人们眼神瞬间如光。尼古拉馋得口水都快掉下来了，
还真是小不忍则坏大爽。他不该那么心急，错过了露西。只有奥斯瓦尔多将目光躲向了别处，生怕扫到了半裸的露西。奥斯瓦尔多说：“这种没廉耻的女孩不值得他伸出爱慕。”尼古拉舔着一张痴汉脸，晃晃荡荡靠近了露西，解释说他已经让那个女孩离开了。他发现自己喜欢的还是露西。说着，尼古拉便将露西推倒在橄榄树很深的野地里。露西没有抗拒，她依然痴迷于初恋的美好，甘愿将处子之身献给尼古拉。夏日清凉的风轻轻吹动少女的秀发，露西献上一个久违的吻，要找回初恋的甜蜜。她期待着尼古拉也有类似的情感回应，但很显然，尼古拉只有一颗被肉欲麻痹的精虫脑。他缠上露西的身子，如食肉之躯一般，散发着极尽下流的恶臭。露西渐渐感到了强烈的不适，可尼古拉却没有停下。露西伤心大哭，她用力擦拭，她觉得自己已经撑不住了。他抱着母亲的那本日记，来到了亚历克斯的房间，向他诉说自己此行的目的。母亲的日记中如此写道：“绿色的凉鞋不见了，我天生不适合为人母亲，我的内心已残破不堪，所以我穿着绿色凉鞋远离人群。那晚，一个男人站在橄榄园里，他将蝮蛇杀死，把我按倒在地，喂我吃下橄榄叶，扯断我的裙带。我留下了那双绿色凉鞋，但我再也无法离开那座山。他抬起我的脸庞，分开我的腿，在那之间留下了尽是爱的东西。我本以为自己一无所有，直到你的出现改变了我的命运。原谅我，我并没有做好准备。”我可怜的露西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后，露西心里好受多了。她再也不要找什么所谓的生父，因为她拥有了亚历克斯这样一位精神之父。露西问亚历克斯：“恋爱过吗？”亚历克斯说：“我有无数次爱的证明，但爱情只有一次。”亚历克斯当然清楚，他这副枯木朽竹的残躯不可能与露西发生身体的连接，但他依然飞蛾扑火般的倾注情感，他是真的爱上了露西。几日后，小镇最豪华的庄园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全镇的人都来了。露西看到尼古拉又在这里招蜂惹蝶，荷尔蒙的味道肆无忌惮。如此氛围之下，露西倒成了一个不失情之趣味的异类。她只好找了一个英国人，喝了几杯后，准备带她回家。奥斯瓦尔多见状，赶紧拦住露西，他有点事儿要请教露西。想去美国的话，该注意哪些事项？露西现在没工夫聊这些，她让奥斯瓦尔多明天再来找她。露西将英国人带回了农庄，下车前她还特意鸣笛，也来了野人山庄的集体偷窥。露西毫不避讳，与英国人一路缠绵亲热。进了房间，她还不忘和亚历克斯打了招呼：“我带了个人回来。”亚历克斯回道：“太好了。”他故作祝福般的欣喜，手脚却忙个不停。亚历克斯被露西骗了。回房后，他与英国人分床而眠，什么都没有发生。但亚历克斯经此一夜，心力却骤然溃散。第二天一早，竟油尽灯枯了。他面色如土地，向戴安娜问道：“露西挑选了一个好人吗？”戴安娜回答：“这可不能保证。”亚历克斯伤感不已，无奈地自嘲：“真是可笑，一个行将就木之人，却还在追求求爱。”租客们送别了注定去不复返的亚历克斯，露西依然心怀愧疚。亚历克斯让他不要自责，能与你相遇便已是幸运的恩赐。亚历克斯一走，露西的心便空了。她呆坐在窗前，回忆着那些抚慰与鼓励，目光所到之处，正好是一尊母亲雕塑。露西豁然大悟，她采上一捧鲜花，走进了以恩的雕塑室，盯着正在埋头洒汗的以恩，问：“1975年8月，你还记得自己在哪里吗？”原来踏破铁鞋无觅处，父女俩相视而笑，然后紧紧相拥。以恩说他和戴安娜感情很好，与莎拉的一夜情是唯一的一次。那次戴安娜刚好出了远门，但露西想要的并不是父女相认，她只想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如何开始的就够了。露西答应以恩，她一定会保守这个秘密。露西走出工作室，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不过随心走走却被蜜蜂蛰伤了。这时奥斯瓦尔多恰巧来找她，他细心地将粘土涂在露西的手臂，可露西的胸部也被蛰伤了。奥斯瓦尔多不好意思接触她，扭过头去让露西自己动手。两人借着这番巧合继续在山野漫步。露西聊着聊着，竟然得知奥斯瓦尔多竟然给她写过一封情书，只是腼腆的他并没有签名。露西还以为是尼古拉写的，那封情书可是露西的最爱啊。两人一直走到视野最好的山顶，在一棵古朴的大树旁坐下。柔晕的斜阳勾出了露西的伤感。我很想念母亲，但却记不起她的面容啊。奥斯瓦尔多也跟着露西不禁落泪。奥斯瓦尔多为此感到羞愧。露西在伤心，我却升起了欲望，但露西却被奥斯瓦尔多真诚的回答触动了某根隐秘的心弦。原来这个男孩对她除了生理上的感觉，更多的则是在乎和怜惜。露西心里猛地一颤，这就是爱吧？她主动贴上了奥斯瓦尔多的唇，并且决定今夜把自己交付给他。她的情绪中没有局促和不安，有的只是满心的期待。可奥斯瓦尔多也没什么经验，寻寻觅觅地完成了一次青涩的探险。
两人一夜未归，次日才走下山坡。奥斯瓦尔多说他要跟露西去美国，现在就走。临行前，他又转过头笑道：“这是我的第一次。”露西的笑像一湾小船，又像是昨夜山顶的月牙。托斯卡纳艳阳下，露西朝着农庄走去，阳光正好，一切也都刚刚好。